董事长是事先约好的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没有事先约定，董事长不见任何人，请先生约好了时间再来吧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给我通报一声，就说他老朋友来看看他。不行不行，没有约定，董事长不见任何人，对不起，先生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董事长，拦不住他。你先忙吧。吴涵，我这次来是想和你心平气和地谈谈。你终于来和我谈了。是想施展你的魅力，还是你觉得我还有吸引力？你看上去气色还真的不错，不像那种岁数的人。谢谢。这几天呢，我老是在回忆我们30几年前，你我杜鹏，我们3个人在一起那种情形。别绕圈子了。你来是不是说那批货的事儿？吴涵呐，你说我们就一点不能沟通了。今天杜鹏还在说我，说你年轻的时候，我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要不是那批货，你会承认你们曾经对不起我？现在有问题了，自己解决不了了，就来找我。乔云峰，你也太实用、太虚伪了。咱俩没什么好谈的，一切按合同办。好好好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呢，咱们改日再谈。我今天想说的是，我们电子公司的全体员工为这批货日夜加班的干，最多只迟3天就能交货。如果你们德宏公司不收这批货的话，我们这么些天的血汗白流了。甭扯那么远，你也没那么高尚。你是担心你的钱白扔了吧？你晚3天，他晚5天的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承诺，承诺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当年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？我没忘，你倒忘了。吴海，咱们做生意就是做生意，不牵扯个人恩怨，好吗？好啊。德宏公司是我刚刚收购的，我只认合同不认人。到期交不出货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我已经通知了我的律师，只要你晚交货，我们就起诉你们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不要跟我说，跟法官说去。那好，吴海，咱们法庭上见，我奉陪到底。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句，在法庭上，我的律师会揭露你如何坑害我们的阴谋。我还想告诉你一句，自古以来，搞阴谋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再见。今天可是你来求我的。我有这个耐心，还会再来的。拜拜。哎，陈总。嗯，好好。先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陈总，你是不是帮我劝劝吴涵啊？这事儿毕竟归我管，我在老乔那儿不好交代。老杜啊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我绝不掺和你和吴涵的个人恩怨。我跟他怎么说？我跟他说，杜总也想挤走乔云峰，你先放杜总一马，这可能吗？我和老乔啊是兄弟之间的事，
和吴晗就不一样，我不可能和他合作。大不了是一场官司的事儿，没个1年半载的也判不下来。到时候重组博士也已经告一段落，到那个时候我再找吴晗跟他说庭外和解，不就行了吗？行。是彭小波彭先生吗？我是，你是？你别管我是谁，有个朋友让我捎一句话给你。朋友？我好像在这儿没什么朋友。他请你在3天之内离开这个城市，回到你来的地方去。威胁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来去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。哎，权利？那我没有权利让你吃点苦头了啊！哎，我警告你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否则没好日子过。走。凯文公司的设计大家都反应非常好。乔乔挺有想法的，挺富有创造性的。你和乔乔最近发展的怎么样？韩婷，我们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啊。我把小白派去负责售楼处的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你看着安排吧。喂，云阳，什么？你在哪儿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韩婷，我一朋友出事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你好像比谁都忙，去吧。好，再见啊。哎。你还真信得过彭小波？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跟彭小波不是第一次合作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，他不会出问题，至少他不会跟着乔云峰跑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就是我们不动手，乔云峰也好不了哪儿去。记住了，彭小波是绝对不会和一个将要失败的人合作。你和他一起到底赚了多少钱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他就是中国的索罗斯。哦，请杜总来一趟。哦，杜总他出去了。那叫律师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是。喂，大鹏，乔哥啊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去，15分钟就到。好，乔哥找我，我得马上走了。老杜啊，有些话我不怕你不爱听。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你吗？怎么说啊？外面的人都说，杜鹏在博时是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充其量是乔云峰身边的一条狗。怎么样，小波，伤得重吗？啊，打你哪儿了？没事。谁干的？哎，还能是谁呀？肯定是吴晗干。云阳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小波，真对不起，你为了我的事儿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不过还好，他没打我脸。吴晗也太过分了。你等着，我找他去，我非得让他给我拿个说法来。凭什么呀？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你凭什么说是人家干的呀？这事儿你甭管。你呀，赶紧给我坐下。我叫你来不光是这事儿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
云阳，我把你叫来，不光是这事儿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赶紧打一笔钱过来，放在期货里头。这乔云峰赔钱，不就得赔给你吗？多少？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哎，你可别错过这次机会啊！行，我想一想。你得赶紧，这期货可不等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乔云峰第一单马上就要下了。我先走了。打官司就打官司，法院又不是吴晗他们家开的，到时候我出面，不用你出庭，我好好损损他。置气管什么用啊？当务之急是要拿到吴晗陷害我们的证据。你表弟有下落了吗？一点消息没有。乔哥，这事儿都怪我管教不严。如果官司真要输了，一切赔偿从我股权里边扣。行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你表弟给我挖出来。第二，要找到德宏公司原来的法人代表，重金收买，让他写份材料，证明吴晗是怎么陷害我们的。好，我饶不了他们。等等，找个秘密安全的地方，我要找彭小波细谈。另外，资金调拨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按你的吩咐，都打到期货公司。不过，小哥，你的流通股可不多。我知道了。另外，你要继续做好海关方面的工作，绝不能让吴晗再跑到我们前头。如果海关真以走私罪立案的话，我脱不了干系。我是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，说不定都要进去。小哥，咱们跟海关的关系您是清楚的，很铁。另外，我觉得即使定性走私，海关也拿咱们没有什么办法，因为电子公司不由您分管，而且事前您又不知道。我觉得问题没那么严重。这几天总觉得心绪不宁，要出什么事情。反正你注意吧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越是容易的地方，越容易出错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好，去吧。哎，李先生，让开！这个进去。你为什么派人打彭小波？啊？董事长，给李先生倒杯水。不用。说。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我多少还算是你的长辈吧？你谁的长辈啊你？你还配提什么规矩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派人把彭小波给打了？啊？彭小波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你可真能装！你到证券公司找过他，对不对？啊？说啊！就那个做股票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派人威吓他，还打了他，你把他打成那样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？年轻人啊，说话要有分寸，不然我可以告你诬陷罪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是没证据，我没证据啊！我警告你，你不许再伤害我的朋友，否则的话我会跟你拼命的。你敢拼命吗？啊？咱俩看看谁的命更值钱。拼命啊！哼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你怎么跟你那个父亲一个样？吴晗，不许你提我爸爸！董事长，需要我叫保安吗？去叫，全叫来，全叫来，去！没关系，下去吧。李维生不是死在我手上，是死在乔云峰手上。你不找乔云峰去算账，却到我这儿来胡闹。云阳，我问你，当初我让你跟我联手打败乔云峰，你不但拒绝了我，还卖身求荣，投靠了乔云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李维生啊，李维生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
能安息吗？用不着你教训我，咱俩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你不许再伤害我的朋友。彭小波是你朋友？对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。你不是要打败乔云峰吗？我这边打压博士股票，你的朋友却在暗中抬高博士股票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打乔云峰，这不是帮乔云峰吗？你有病啊！我有病，我愿意。你记住一句话，少干些缺德的事儿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啊，刘秘书，送李先生出去。乔总，关于大豆期货的所有情况，我都已经整理成文字了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们那个时候哪懂什么对市场进行研究啊？全凭的是谁的胆子大呀！那是，不过乔哥，当初国内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懂期货，所以我常说，我们也得干到老学到老啊！专业有分工，术数有专攻。乔总高屋建瓴，运筹帷幄，具体的研究方案就是我们这些跑腿的事儿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得给你们跑腿了。说说你的意见吧。我的意见也都在这份资料里，请乔总参考。我一定会尽快看。不着急，炒期货最重要的是谨慎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我的意见尽快的告诉你。不过我总的是希望你放开胆子，大胆的干。多谢乔总信任，乔总、杜总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大鹏啊，你叫黄秘书到气象局去一趟，把世界大豆生产基地的天气情况，还有卫星分析云图、国内的资料也都报来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天气预报来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现在与世界接轨了，眼睛光盯着国内可不行啊！我们只有知天知地知人，才能百战百胜嘛。好。哎，阴阳，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我正健身呢。妍姐，彭小波让吴涵的人给打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？这吴涵居然敢这么干！彭小波可是我请来帮忙的，他可不能出事儿，要不然我这脸往哪搁呀？云阳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下你知道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了吧？哎，行了，待会儿我找人找吴涵摆平。你就是我姐，你有道。哎，妍姐，过2天防博会就要开始了，你多带几个人去给我捧捧场。行了，什么事儿都找我。啊，好吧，我赶紧去了啊。好，悠着点，别累着自己。哎，喂，爸，怎么了？怎么听你不大高兴啊？你又拿我开心。爸爸好久没见着你了，还好吧？最近工作特别忙。我知道，你的大作满大街都是，围观的人都问：“风铃晚在哪儿啊？”爸，你觉得这次策划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真的喜欢吗？我说正经的。我也是正经说，我女儿的作品还错得了啊？哎，那博览会那天你到底来不来啊？不但我来，我还得给你请政府要人和商界名流，让他们都来捧场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你在公司吗？没在公司，就在你楼下呢啊。你来也不说一声，我这就下来。我刚从吴涵办公室出来。你去他那干嘛？
他派人威胁彭小波，我去警告他。他为什么要派人威胁彭小波？你不知道，你辞职这几天啊，他拼命打压博士的股票，可彭小波呢，却想把博士股票给提上来，俩人谈不通，谈不通，吴晗就恼羞成怒，就派人去警告他。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韩婷，你真的不了解吴晗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云阳，我不管你说什么，反正我不想伤害老乔，我也不想背叛我干妈。我知道吴晗是你干妈，韩婷，你一定知道吴晗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方便说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和云阳合作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人很聪明又很能干。爸，我看你手下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的。评价还真不低啊。他当时要找你做策划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担心，觉得你们俩个性都那么强，怕你们俩合不来。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啊。我们俩挺谈得来的，他什么话都跟我说。什么话都说，说过我吗？怎么说我的？他不知道你是我爸。那倒也好，那我先回公司了啊，别太累了啊，注意休息，多吃点营养好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比我妈还啰嗦。拜拜拜拜。再见啊。嗯。开车小心点。你还是到我那儿去啊！哎，甜甜，咖啡给你要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吴晗现在有点软硬不吃，我的朋友正在做工作，你们俩还是多下小心。谢谢你，妍姐。我以前的老板也曾经被威胁过，当时我也在场。这种事儿太多了。现在呢，我准备把股票的事情停下来。把全部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和乔云峰的合作之中。说你们俩别这么担心好不好？没事儿，我这个人啊命硬，真的。云阳，你别这么紧张好不好？你说的轻松，吴晗就是一个疯子，你不能拿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他。别，你还是搬我那儿去住吧。你这俩人比一个人安全些。对，哎，小波，你就听他的吧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啊，你在期货上是不是很有把握打败乔云峰？乔云峰啊，可是在期货上是老手，论资历他可以当你师傅哦。妍姐，小波做期货从来没赔过。那是过去，过去不代表现在嘛。妍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乔云峰呢，确实是入行比我早，那绝对是前辈。他这个人啊，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，而且呢，他永远认为啊，自己比别人看得远、看得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淹死的那都是会水的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乔云峰在期货上，那他完全是一个真正的赌徒啊。可我不是啊。反正啊，期货我不懂，但是我不希望你们输。云阳，你可再也输不起了啊！我要是再输了，我从此不再提报仇的事儿。我们要是输了，哎，我和云阳，我们俩去那个贫困山区教书去。嗯。
是我。阿宽啊，你明天派2个得力的人到我这儿来。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让他明天到酒店来找我。那倒用不着，每个人先支5万吧。听见没有？就这么着吧。像这样的推介会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我可是对你有意见啊！像这么大的场面，你当初给我设计销售楼盘的时候，怎么没用啊？您的楼卖得多好啊，宣传又没花太多的钱。那不一定，我宁愿多花钱，要的可是效果。你看今天到场的，哪个不是头头脑脑的？宁愿在他们面前露脸，我花多少钱都值啊！行啊，只要你想烧钱，我下次一定帮您办一个更轰动的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听说凤树园被一个年轻的人拍下来了，他是哪儿的？不会是本市的吧？他就是本市的，不过是个新人，是第一次做房地产。所以我才花费心思把您这位房地产界的大名人请来，希望您以后多提携他，也当是帮我了。哎，好，只要是你一句话，这个面子我老刘一定得给。哎，老弟，啊，孟哥啊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我这人呢，爱看热闹，满大街都是风水园的广告，我心里痒痒啊，像小狗在挠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风水园像我女儿一样，你琢磨，这节骨眼儿，老哥我能不来吗？啊？孟哥，你是怕风水园卖不出去？收不回来钱吧？啊？这也是情理之中嘛。人情怎么样？哎，玩得不错，没让我失望。哎，不过李先生，我顺便提醒一句啊，说，那第2批款子过2天可到期了，到时候咱可利利索索，别折了。有这么快吗？你看，亏着我来了吧？要么你有手忘了，咱可是到时候利利索索，别折了。云阳，这儿吧，你先忙，明儿我公司找你去啊。就这儿，拜啊。看，人也多啊。他就是把风水园卖给你的孟嘉玲吧？对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不过听说过，好像口碑不太好。这个人是不怎么样。哎，有人要买房子，这事得你出面啊。真的，刚开幕就有人买房子。瞧把你乐的，本来应该你唱主角的，现在弄得像我的事似的，别人有什么都来问我。你到底想不想卖楼啊？卖呀，多好呀！哎，我得留一套最好的留给我自己住，然后我再娶位漂亮的姑娘搁在家里。别然后了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谁呀？乔总。哎呀，乔总，您怎么刚到啊？这儿没你压阵可是不行啊！哎呀，你们还说呢，我差点没进来，连张券都没给我。哟，你看这事怨我。哎，这房子是不错，刘总。哇，陆总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这个推介会搞得不错呀。还不错哈。大家，
带我转转吧。行啊。哎，云阳，啊我们一块儿带我爸去看一看。乔乔，你管乔总叫什么？你看这事儿是我说还是你说啊？你说吧。哎呀，我是他爸爸，她是我女儿。说上次我让你告诉她，让她请我喝酒。明白了吗？哦，那我们一块儿带我爸去看一看。好，好，这样，那个乔总，乔乔，你们先去，我那边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我去找你们。哎，好吧？那也好。行，那你快点过来啊。哎，走，爸。走。我不是你爸，你是乔云峰的儿子，你还有你妈，你们都是狗屎，你们都是狗屎！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是乔云峰的儿子。对，就是一个年轻人弄的。哦，是吗？怎么，刘总对这个年轻人感兴趣？有兴趣啊？那我给您把他叫过来。那好，好，哦，您稍微等一下。好。李云阳，你怎么了？陆汉庭，乔乔是乔云峰的女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问过我吗？你没问我，你怪我干嘛？你现在必须进去工作，走，跟我见客人去。走啊！我待会儿行吗？李云阳，你怎么了？乔乔是老乔的女儿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爱上乔乔了？陆汉庭，你不说话你会成哑巴呀？好，林云阳，你就一个人在这待着，你也好好的想一想。但是我希望你不用感情代替工作。哎，玲玲，过来一下。看见李总了吗？我刚从门外进来时看见他和女的在说话。女的？啊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看不清楚，但挺漂亮的。啊，那你先去忙吧，我找她去。好的。云阳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到处找你呢。我跟陆汉庭谈点工作上的事儿。走，里面有人订房子。怎么啦？你干嘛？怎么啦？乔乔，你为什么骗我？我骗你什么啦？你怎么会是乔云峰的女儿？我为什么不能是乔云峰的女儿啊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有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啊。喂。哦，是推介会。我事先也不知道。你别解释，马上给我过来一趟。现在？
调教。爸。高局长，这是我女儿，风铃晚就是她主持设计的。调教，这是高局长，这是王主任。高伯伯好，王伯伯好。老乔啊，你的女儿可不像你哦，她年轻漂亮，又才华横溢。哈哈哈哈！你看看，这是负责销售的李云阳。你好，高局长，王主任，你好。高局长，您看我做房地产还行吧？开了一片新天地，还看你以后的成绩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爸女儿有错。没错，错的是我。乔乔，以后要多向高局长、王主任汇报工作，咱们能有今天还多亏了他们呢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那你们聊，我们进去，走。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人就这样。调教，调教，长江集团看中了咱们1号楼的顶层，而你介绍那位刘董事长也看中了，我怎么办？老板在这儿呢，你问他吧。李总，刘董事长那个房是乔乔安排的，长江集团的事儿，小宋，你去看着解决吧。啊，我这儿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先走了。你干的没一件事让我满意的，你还是不是我女儿？干妈，我事先也不知道，我是昨天夜里才知道有这个推介会的。昨天夜里告诉我也来得及啊！啊，你居然敢瞒着我！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明明知道我不能让乔云峰把枫树园卖出去，你也明明知道我要用枫树园拖死乔云峰，这些计划你全清楚。可是你居然这么做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原来以为你是怕乔云峰疑心，所以玩个欲擒故纵，我就容忍了你在拍卖会上放弃举牌。后来你又跟我玩什么辞职的花样，我也容忍了你。就在昨天，我还在跟你说，要牢牢地抓住枫树园。我说了吧？现在枫树园卖了，你竟然不第一时间通知我，真没想到，我养了10几年的女儿竟然敢背叛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心里真是向着他呀。乔云峰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啊，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这么帮着他？乔乔，哎呀，你今天设计的非常成功啊，爸爸非常高兴啊。爸爸应该感谢你啊。今天怎么有点不高兴啊？爸，你跟云阳之间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他知道你是我爸以后，一直板着脸跟我说话？这小子，知道他在惹你生气。爸爸和林云阳有些情况，爸爸跟你谈谈。走吧，咱们上外面谈谈。孩子，别说你跟乔云峰年龄差距这么大，就是你父亲也不会答应啊。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还不清楚乔云峰到底是什么人吗？干妈，你真的误会我和乔云峰了？你以为你自己在追求爱情啊？你以为爱情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可以超越一切障碍？我告诉你吧，都是假的。乔云峰绝对是在利用你。等你的价值用完了，青春过去了，他就会像对我一样，一脚把你踹了。别做梦，孩子。咱俩母女这么多年，我骂你训你，可都是为你好。我不愿看着你走弯路，不愿看你被同一个男人欺负。
婷啊，我告诉你，没你帮忙，我照样能打败乔云峰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你要是敢帮着乔云峰跟我作对，我就连你一块儿收拾。